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收看老孙少书。书接上回，本期咱们接着勺罗伯特·格林的权力48法则。第6条，不惜代价引人注目。人们总是习惯于眼见为实，以表象评判一切，没看见的不算数。想要让自己显得比那些平庸胆怯的芸芸众生更加高大伟岸、光彩夺目和神秘诱人，就要牢牢吸引住大众，保持他们对你的关注。这条法则有2个技巧。技巧1，让耸人听闻和丑闻围绕着你的名字，通过创造令人难忘、充满争议的形象，将别人的目光吸引到自己的身上，哪怕是采取令你臭名昭著的行为。任何一种知名度都会给你带来权力。要知道，受人攻击重伤，也要好过无人问津。上期提到的那位美国19世纪首屈一指的演艺界大亨巴纳姆，就是一位把公众的注意力玩弄于股掌之间的高手。巴纳姆早期在一个马戏团里担任马戏团老板的助手，那是他职业生涯的开始。那个马戏团的老板叫特纳。1836年，特纳的马戏团抵达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，准备在那里进行表演。在马戏开幕那天的早上，巴纳姆穿着崭新的黑色套装在镇子上散步，同时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一群人也跟在他后面走。忽然在人群中有个人大喊了一声，他就是艾弗里牧师。那么这个人口中的艾弗里牧师究竟是什么人呢？当时那位艾弗里牧师卷入一起谋杀案，成了嫌疑犯。虽然最后他的谋杀罪名不成立，但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仍然认为艾弗里牧师有罪。所以在当时，艾弗里牧师的名声相当坏。刚才那个声音刚落下，大家立刻就炸了，围着巴纳姆一阵推推搡搡，撕破了他身上的新衣服，甚至还打算将他吊死。巴纳姆苦苦哀求，好说歹说，让大家同意一起到马戏团证明自己的身份和清白。到了马戏团之后，马戏团老板特纳证明这完全是场恶作剧，其实就是特纳散布了巴纳姆是艾弗里牧师这个谣言。最后人群一哄而散，但是巴纳姆一点也不开心，因为他险些成了冤死鬼。巴纳姆质问老板特纳，为什么和他开这种玩笑？亲爱的巴纳姆，特纳答道，我这么做完全是为我们的利益着想。记住，我们需要坏名声来保证演出成功。你别说，此后镇上的每个人都在谈论这场闹剧。结果当天晚上，马戏团的观众就爆满，而且他们接下来在安纳波利斯每天晚上的表演都是座无虚席。就这样，巴纳姆学到了他永生难忘的一课。巴纳姆平生第一宗大赌注，就是我们上期提到的坐落在纽约的美国博物馆。有一天，他在路上遇到一名乞丐，巴纳姆没有给他钱，而是雇佣了这名乞丐。他将乞丐带回了博物馆，给了他5块砖头，让他沿着几个街区慢慢的来回走一圈。在去的行程中，他每隔一段路程就沿着人行道放下1块砖头，但手上必须一直持有1块砖头。在回来的路上，用手上的砖头替换人行道上摆放的砖头，同时他还要求乞丐全程保持严肃的表情，不许和任何人说话。回到博物馆后，乞丐要进入博物馆内绕一圈，然后从博物馆的后门离开，继续重复拿放砖头的一系列动作。这名乞丐第一次走过街道的时候，
吸引了好几百人观看他的神秘举动。等到第4次的时候，已经有一大群观众簇拥在他身旁，议论着他究竟在做什么。每一次乞丐进入博物馆的时候，尾随的群众也跟着买票进场，以便继续盯着他一探究竟。进入博物馆的人群中，有不少人被馆内的展品所吸引，便逗留在博物馆里面了。第1天结束的时候，乞丐吸引了1000多人进入博物馆。几天之后，因为围观的人群阻碍了交通，警方下令让乞丐停止这种奇怪的行为。虽然放砖头的行为停止了，但是成千上万的纽约人也因此进了博物馆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还成为了巴纳姆忠实的支持者。除了放砖头的行为艺术，巴纳姆还在博物馆的一个阳台上扬起一面大旗，安排乐队演奏。大旗上写着献给广大群众的免费音乐。路过的纽约人一看，哟，巴纳姆这么慷慨，于是纷纷围过来听免费音乐。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，那个乐队的成员都是巴纳姆费尽心思挑选的最糟糕的乐师，所以乐队开始演奏不久，好多观众就受不了乐队的噪音和大家的嘘声，赶紧买票躲到博物馆里面去了。以上的方法只是关于如何让大家注意到巴纳姆的博物馆。那么巴纳姆在博物馆里面到底展出什么呢？会不会依然吸引公众的注意呢？乔伊斯·海斯女士是巴纳姆最早推出在全国巡回公演的奇人之一，这里的奇人是指奇怪的人。当时是1835年，巴纳姆宣称海斯女士已经160岁了，曾经是名农奴，并且还做过美国总统华盛顿的奶妈。这个消息一放出来，好多人争相参观。几个月后，观众开始减少，巴纳姆就给报社寄了封匿名信，信中称海斯女士是个精心设计的骗局。他在信中写道，海斯女士其实并不是真人，而是用鲸的骨头、印度橡胶和无数弹簧组合成的一个机器人。报社把信的内容公开后，本来不打算看的人也产生了好奇心，于是掏钱买票。而原来已经看过表演的人呢，也为了确认海斯女士究竟是不是机器人，再次花钱观看了一次。1842年，巴纳姆购买了一具长着猴子身体和鱼尾巴的生物的尸体，据称是美人鱼的尸体。巴纳姆经过调查发现，这个奇怪的生物其实是一些专家在日本缝合起来的，并且此前在日本轰动一时。然而巴纳姆却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宣称美人鱼是在斐济群岛捕获的，他甚至让报纸刊登出美人鱼的假照片。于是等他在博物馆展出这具标本的时候，整个美国已经对这种神秘生物的存在与否展开了一场大讨论。可以说，在巴纳姆对美人鱼展开宣传之前，没多少人会聊美人鱼的话题。但是等到巴纳姆开始展出美人鱼标本的时候，他的博物馆迎来了无数观众，盛况空前，而且大家为了美人鱼这个热点话题争论不休。巴纳姆深谙吸引大众目光的基本原理，一旦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你身上，你就拥有了特殊的合理性。对巴纳姆而言，想创造利益就意味着要创造观众群体，正如他之后所写的，每个人群都有一线希望，而且观众通常会产生连锁反应，一旦有人对某事产生兴趣，更多人就会跟着效仿。此时如果能再加些渲染，聚集的人群就会更大。你一旦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，就绝对不要让它溜走。如果群众的目光转向他人，那就是你的损失。巴纳姆之所以会无情地抢走竞争对手的风头，是因为他知道公众的注意力是珍贵的商品，因此当你要攀登上顶峰的时候，要付出所有精力来吸引他人的注意，
至关重要的一点是，不管是好的关注还是坏的关注，对吸引关注而言无关紧要。因此我们看到，不管巴纳姆提供的节目遭到怎样的差评，也不管他的骗局招来多少诽谤重伤，他从来都是毫无怨言。事实上，如果某位报纸的评论家将他骂得特别难听，那么巴纳姆会想尽办法将他邀请来参加开幕表演，并且给予他最好的座位。是不是有一种美版曹操的既视感？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巴纳姆甚至会写匿名文章攻击自己的成果，只是为了能让自己的名字持续不断地在报纸上曝光。巴纳姆认为，众人的目光，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，都是成功的主要因素。对于渴望名气、荣耀，当然还有权力的人而言，最悲惨的命运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无人理睬。大多数人总是认为不应该以怪异的言行引发他人的议论，毕竟受人攻击总是不好的。可惜事实并非如此。为了避免被其他人盖过你的知名度，令你昙花一现，你就一定不要去区分不同类型的关注。从长远来看，任何种类的关注都是有利于你的。我们已经见识过了，巴纳姆如此欢迎人身攻击，而从来不觉得有必要为自己辩护，他甚至处心积虑地塑造自己的骗子形象。技巧2，营造神秘气氛。充满谜团的事物总是能立刻吸引大众的关注。你的所作所为，或者打算要做的事情，绝对不要让别人看得太清楚，不要把底牌全部都翻开。神秘的姿态能让你更抢眼，同时创造出令人期待的一面，要让每个人都注视你，猜测你接下来会干嘛。我们来看一个经典案例。1905年初，关于一位年轻的东方女孩的传言逐渐在巴黎散播开。据说在一个私人住宅中，她身着轻纱，翩翩起舞。在跳舞的过程中，逐渐脱去身上的衣服。当地一位亲眼目睹了女孩跳舞的记者报道说，一名远东女子来到欧洲，她身上满是芳香和珠宝，为欧洲城市富足安逸的社会注入了丰富的东方色彩和生活气息。很快，大家都知道了这名舞者的名字，玛塔·哈利。那年年初，尚在隆冬之际，在一家用印度雕像和古董装饰的沙龙里，乐队演奏着充满印度和爪哇风情的音乐，聚集着一小波经过挑选的观众。让观众等待和感到好奇之后，玛塔·哈利突然出现，身着令人惊奇的服装，一件白色棉质胸罩镶嵌着印度风格的宝石，腰间佩戴着宝石饰带，支撑着一条既显露又隐蔽的华丽裙子，手臂上戴着手镯。玛塔·哈利开始舞蹈，他近乎着魔地疯狂舞动着他的躯体，并且向那些兴奋好奇的观众解释，说他的舞蹈正在诉说印度神话和爪哇的民间故事。法国人哪见过这样的舞蹈？很快，巴黎的上层精英和各路使节都抢着获得邀请，进入沙龙一探究竟。因为人们谣传，玛塔·哈利其实是在裸身表演祭祀舞蹈。大众越来越希望知道更多关于玛塔·哈利的信息。他告诉记者，他祖籍在荷兰，但是在爪哇岛长大。他还会和记者们谈论他在印度的岁月，谈论他如何在那里学会印度祭祀舞蹈，谈论印度妇女都能骑马射箭，做数学对数运算和谈论哲学。到1905年夏天，尽管只有很少的巴黎人亲眼看过玛塔·哈利的舞蹈表演，但是玛塔·哈利的名字却已经时常挂在人们的嘴边了。由于玛塔·哈利接受的采访越来越多，关于他的出身背景不断在记者的笔下变化。例如，玛塔·哈利在印度长大，他祖母是爪哇公主的女儿。他曾经在苏门答腊岛生活过，在那里他过着骑马射箭充满冒险的生活。可是
没有人知道关于他的确切的情况。不过，记者们并不在乎马塔哈利的生平不断改变，他们将他比喻成一个来自波德莱尔诗篇的生灵，他们任由自己的想象映射在这名来自东方的神秘女郎身上。1905年8月，马塔哈利首次公开表演，开幕的那晚，群众蜂拥而至，甚至引发了人群骚乱。马塔哈利已经成了大家崇拜的偶像，引起了一堆人效仿他。一名记者写道，马塔哈利以他的神秘、风韵以及令人神魂颠倒的魅力，成为了印度美神的化身。另外一名记者指出，如果印度拥有如此超乎想象的珍宝，那么所有法国人都会移居到恒河两岸去了。不久，马塔哈利的名声以及他的印度舞蹈就从巴黎传遍了欧洲。他接受邀请，远赴柏林、维也纳和米兰。在此后的几年里，马塔哈利的表演足迹遍布了整个欧洲，并且他成功进入了上层社会的社交圈，同时也赚到了足以使他独立生活的收入。在那个年代，很少有妇女能够自己养活自己的。后来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，马塔哈利在巴黎被逮捕，并接受了审判，最终被处死。他的罪名是德国间谍。在他接受审判期间，马塔哈利的身世才终于真相大白。马塔哈利并非来自爪哇或是印度，也没在东方生长生活过，甚至身上就根本没有任何东方血统。他的真实姓名叫玛格瑞塔·泽尔，来自荷兰北部省份弗里斯兰。玛格瑞塔·泽尔1904年来到巴黎的时候，他口袋里只有半个法郎。当时每年涌入巴黎的年轻女孩成千上万，玛格瑞塔·泽尔只是其中之一。这些女孩们在巴黎谋生的工作无非是艺术家的模特、夜总会的舞女，或者是综艺节目的表演女郎等等。几年之后，随着青春逝去，她们不可避免的会被更加年轻的女孩取代，最后往往只能流落街头，变成妓女，或者返回家乡。显然，玛格瑞塔·泽尔不甘心这样。虽然她没有舞蹈经验，也从没有在戏剧院演出过，但是她小时候在和家人旅行的时候，曾经观看过爪哇和苏门答腊岛当地的舞蹈。玛格瑞塔·泽尔非常清楚，她的举止行为里真正重要之处不在于舞蹈本身，甚至也不在于她的脸蛋和身材有多棒，而是在于她能为自己营造出神秘氛围的能力。玛格瑞塔·泽尔不只是在她的舞蹈、服饰、故事，或者是她来自何方的各种谎言上创造出神秘的气氛，而是要让她一切的行为举止都被这种神秘的气氛所笼罩。那就是你根本没法肯定她的任何事情，因为她总是不停地在改变，不断地以新的服饰、新的舞蹈和新的故事令观众大吃一惊。这种神秘的姿态使得大众永远想要知道更多一点有关玛格瑞塔·泽尔的事情，大众永远都在猜测她的下一步举动会是什么。玛格瑞塔·泽尔并不比其他大多数来到巴黎的年轻女子漂亮，而且她也并不是个舞蹈跳得非常出色的舞蹈家，但是她身上那种神秘感令所有人痴迷。在过去的年代里，充满了无法理解的事情，包括疾病、灾难、反复无常的暴君，以及死亡本身的神秘。对于无法理解的事物，人们会通过神话和神灵来解释。然而，千百年来，通过科技和理性，我们照亮了黑暗的未知国度。对于原来那些神秘和禁忌的事物，我们逐渐变得习以为常，不再感到不安。但是，我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。神秘的事物越来越少，我们对发现谜团的渴望却没变。正是因为在这个看起来如此平常的世界里，人们变得不再深不可测，所以任何人或事只要披上一层神秘外衣，就必将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。罗伯特·格林认为，在你开始向上攀爬的时候，
你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引人注目。但是随着越爬越高，你就必须不断调整你的策略，永远不要一成不变的只用一套策略，因为那样会使大众对你失去兴趣。但是在运用这条法则的时候，一定不能越过边界。爱尔兰舞蹈家劳拉·蒙特兹是一个把引人注目的艺术运用得炉火纯青的人。他在努力崛起的道路上，先是成为钢琴家弗朗兹·李斯特的情人，而后又成为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的情妇和政治顾问。可是他在晚年的时候却做错了一件事。1850年，伦敦要上演由当时最伟大的演员查理斯·约翰·基恩领衔主演的莎士比亚的戏剧《麦克白》，英国社会所有重要人物都将出席，而且传闻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也将公开露面。演出当天，所有人都依照传统习俗在女王抵达之前入座。在女王进入王室包厢的时候，观众全部起立鼓掌欢迎。女王和亲王等待了一会儿，然后鞠躬致意。没想到当每个人回到座位，灯光暗下来的时候，突然在维多利亚女王对面的一个包厢里，一位女士从阴暗处闪出来，她入座竟然比女王还要晚。这位女士就是劳拉·蒙特兹，她乌黑的秀发上戴着钻石头饰，肩上披着长长的毛皮大衣。当貂皮斗篷落地时，一个低领的深红色天鹅绒长袍显露出来。人们惊愕地窃窃私语，一起转头看向女王。只见女王和亲王刻意不看向劳拉的包厢，大家也学着女王，那晚接下来的时间里都装作没看见劳拉。那晚之后，时尚社交界再没有人敢和劳拉·蒙特兹同时出现。劳拉·蒙特兹所有的魅力开始逆转，她在英国的前途就此结束。引人注目并不是让你在任何时候都成为焦点。当你出现在国王或者女王这样的重量级人物面前的时候，记得要鞠躬致意，然后退到阴影里，千万不能抢了他们的风头。好，今天先勺到这儿，剩下的内容咱们下回接着勺，再见。